哎呦，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王银河。本期视频呢将向各位介绍2024至2025赛季 NBA 总决赛的步行者队的主要的轮换球员啊。首先第一位就是步行者的当家后卫哈利伯顿。哈利伯顿的身高呢是1.96米，臂展呢有2.13米，很长。我觉得他的臂展。哈利伯顿呢是在2020 NBA 选秀当中呢被第一轮第12顺位被萨克拉门图国王队选中。哈利伯顿呢，他在新秀赛季就能以47.2%的命中率、40.9%的三分命中率，交出了场均13分、5.3助攻的成绩，并且只有1.6次失误。在赛季结束后呢，成功的入选到了 NBA 最佳新秀阵容的第一阵。2021至2022赛季呢，哈利伯顿呢在赛季的前半段呢有45%的命中率、41%的三分命中率，交出了场均14分。7.4助攻的成绩，并且只有2.3次失误。我相信在那个赛季看过球的人，一定在集锦上看到过哈利伯顿的传球，非常的有创造力，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呢，奈何队伍当中呢已经有了达隆·福克斯这个场均23.22、3.9篮板、5.6助攻的核心后卫。所以呢，在2022年的2月8号呢，哈利伯顿、巴迪希尔德和特里斯塔·汤普森被交易到了步行者，以换取了小萨博尼斯、贾斯汀·霍勒迪和兰姆和一个第2轮的选秀权。萨博尼斯呢，又是当初雷霆得到保罗·乔治的交易筹码，雷霆用萨博尼斯和奥拉迪波来换取保罗·乔治。对于交易的双方呢，就是双赢啊。哈利伯顿呢得到了球权的掌握，福克斯呢也在交易得到萨博尼斯后，得分呢暴涨为场均29分、4篮板、7助攻，并且福克斯和萨博尼斯的组合在第2个赛季就已经来到了西部第3，双双入选了全明星。可惜的是呢，在季后赛的首轮呢便遇到了金州勇士，最后打了7场比赛输给了勇士。哈利伯顿呢在被交易后呢，被步行者视为新一代核心的主要控卫球权掌控者，获得了更多的球权啊。在21到22赛季的下半季，哈利伯顿就以50%的命中率、40%的三分命中率，交出了17分、9.6助攻的成绩啊。但整个赛季呢，由于前半段是在国王啊，所以他的场均呢是15.3分、8.2助攻。时间来到了下一个赛季，就是2022至2023赛季，哈利伯顿持续进步，高歌猛进，整个赛季能以49%的命中率、40%的三分命中率拿下了场均20.7分、10.4的助攻，并且只有2.5次失误。作为控球后卫啊，交出场均2双的优异成绩呢，也让哈利伯顿呢被认为正式踏入了顶级控球后卫的行列，而他这个赛季呢，也首次的入选了 NBA 的全明星，也就是2023年的全明星。在赛季末呢，哈利伯顿呢同意与步行者续约一份为期5年的顶薪合同，价值高达为2.6亿美元。在2024年的1月25号呢，也就是2024年的 NBA 全明星赛啊，哈利伯顿成功入选，并且当选了东部联盟的首发球员啊。这个首发呢的名额呢，也得益于他在同年获得了 NBA 的季中锦标赛的亚军。这是他连续第2次入选，也是他第1次作为首发球员入选。但是到了2025年呢，由于哈利伯顿的打法呢逐渐被摸透，再加上他的对抗能力不是那么的出色，并且也没有一些招牌的硬解能力，导致他全明星赛前呢打得非常差，甚至曾经有过0分、1篮板、5助攻的表现。前15场的场均呢只有15分，三分命中率呢更是低至28%，极其的惨淡。最终呢也没有入选最终就没有入选2025赛季的全明星赛。但是呢，在全明星赛后呢，赛后半段，三分命中率呢逐渐回暖，甚至达到了45%，并且带领球队拿到了50胜，来到了东部第4。在赛季末成功的入选了最佳阵容的3阵，非常的合理啊。讲一个冷知识，进入2025年呢，雷霆获得了53胜，高居联盟第1，而步行者位列次席，获得了46胜。步行者的2号人物呢，就是西亚卡姆啊。西亚卡姆的身高呢是2.03米，臂展呢2.22米，同等身高呢是2.03米的塔图姆，但是臂展呢只有2.1米啊，足以可见西亚卡姆的防守天赋有多恐怖。西亚卡姆呢是在2016年的 NBA 选秀当中呢，以首轮第27顺位被多伦多猛龙选中，在16至17、17至18赛季呢鲜少获得机会，场均呢只有4分和7分。但是当进入2018至2019赛季呢，西亚卡姆场均16.9分、6.9个篮板和3.1次助攻，他还在远距离投篮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将他的三分命中率大幅度提高，达到了36%。并且呢，在19年的总决赛的第一场西亚卡姆在118比109战胜金州勇士的比赛当中呢，17投14中，得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32分、8篮板、5助攻以及2个盖帽，最终帮助猛龙队以4比2成功的击败了勇士队，从而夺得了猛龙历史上第一个 NBA 总冠军。西亚卡姆呢也被评为当季的 NBA 最快进步球员。休赛期呢，西亚卡姆同意与猛龙队续约4年，签下了一份1.3亿美元的合同。在19至20的赛季呢，卡哇伊离开球队前往快船，西亚卡姆进一步得到球权，数据进一步的暴涨，场均来到了23分、7篮板、3.5助攻，并且职业生涯首次入选了全明星，被选为东部的首发球员。在赛季结束后，西亚卡姆入选了 NBA 最佳阵容的第2阵。时间来到了22至23赛季西亚卡姆以替补的身份取代了杜兰特，生涯第2次入选了全明星。在23至24赛季呢，猛龙明确要以巴恩斯作为核心培养，球队决定重建。最终，西亚卡姆被交易到了印第安纳步行者，猛龙队得到了小吉拉·刘易斯、乔丹·恩沃拉以及布鲁斯·布朗和3个首轮选秀权。也在步行者的当季的季后赛当中呢，帮助步行者鏖战7场，最终战胜了尼克斯，来到了东决。但是在面对凯尔特人的恐怖阵容，最终被4比0身世横扫。在赛季结束呢，西亚卡姆和步行者以4年1.89亿美元顶薪合同续约。步行者的3号人物，也就是迈尔斯特纳身高2.11米，臂展2.24米，他是在 NBA。但是在2015年的 NBA 选秀当中呢，以首轮第11顺位被印第安纳步行者选中。他9年的职业生涯呢，始终是在步行者新秀赛季被赋予复兴步行者的希望。但是呢，他缺乏自主进攻能力，好在呢有一手3分可以惩罚对面的中锋。但是最终逐渐的沦为了球队的顶级工具人，每年交易中必不可少的球员。这也导致呢，特纳不敢在印第安纳买房子。特纳呢，虽然在面对有自主进攻能力的中锋的时候呢，表现拉胯，但是他毕竟2.11米，高度摆在那里，相信在总决赛可以顶得动哈腾和切特，并且在季后赛也已经证明，打骑士的2个内线防守者都能得到23分。总决赛我觉得不怕。来到了步行者的第4号人物，我觉得是内史密斯身高1.98米，臂展有2.08米。他是在2020年的 NBA 选秀当中呢，以首轮的第14顺位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选中。在凯尔特人呢，没有出场机会，因为能打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2020至21赛季呢，他仅代表凯尔特人出场46次，场均也就14分钟只得到了7分2个篮板。所以呢，在2022年呢，内史密斯与泰斯等和2023年的首轮选秀权一同被交易到了步行者，以换取当时的头牌布罗戈登。在2022至23赛季，内史密斯在战胜骑士队的比赛当中呢，以10中7的高效率投篮拿下了22分，出界出星。在23年的休赛期，内史密斯同意与步行者续约3年，3300万美元。在2025年的5月21号，也就是在东部决赛的第一场与尼克斯大战，内史密斯以13投9中的命中率拿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30分，并且内史密斯他在最后的5分钟的比赛当中呢，连续6次命中3分，最终帮助步行者在加时赛中以138比135战胜对手。相信总决赛会为我们贡献精彩的3分表演。下面来到球队的第5号人物内姆布哈德身高1.93米，臂展1.98米，臂展1.98米。他是在2022年 NBA 选秀当中呢，以次轮第31顺位被印第安纳步行者队选中。NBA 首秀出场30分钟便得到了14分、3篮板、3助攻、2抢断，可惜最后134比137输给了马刺。在他的新秀赛季当中呢，有一场在哈利伯顿受伤的情况下，内姆布哈德拿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31分、13次助攻、8个篮板和5个三分球，帮助球队战胜了金州勇士。这也进一步证明内姆布哈德具有一定的持球能力，这也为他在东决季6的8个助攻埋下伏笔。内姆布哈德呢和吉米巴特勒和贾巴尔穆雷一样，都是常规赛划水不准，但是在季后赛他是真的爆发。他的生涯常规赛呢场均得分呢只有9.6分、4.6助攻，3分命中率呢为33%。
但是到了季后赛，他的场均得分却暴涨为13.9分、5.3助攻，3分的命中率更是高达了48%。他的防守呢更为关键。今年的季后赛当中呢，在防守各支球队的当家后卫时，堪称后卫杀手。防的布伦森投篮命中率下降为38%，米切尔下降为23%，利拉德则下降为23%。尤其呢，使米切尔和利拉德的3分命中率下降为16%和17%。下面来到了球队的第6号人物马瑟林，身高1.98米，臂展2.07米他是在22年 NBA 选秀当中呢以第6顺位被步行者选中，并且马瑟林是步行者自1988年 NBA 选秀大会第2顺位选中里克·史密斯以来的最高选秀权。他在新秀赛季的前3场比赛呢，便得到了72分，是自95到96赛季前3场比赛拿下得分最多的新秀。马瑟林的特点呢是可以乱战得分，可以去硬解、去拆炸弹，对内线造成杀伤，但是缺点也明显，容易上头，容易瞎打。这也是为什么在东决的一系列比赛当中呢，卡雷尔对他时而重用，时而不用。他有点类似于勇士的库明加，不过是有投射并且聪明一点的库明加。来到了球队的第7号人物奥比托平身高2.06米，臂展2.01米，俗称典型的跳跳男。他是在20年的 NBA 选秀当中呢，以第8顺位被纽约尼克斯选中。托平呢，在尼克斯队呢，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这与希伯杜的执教有很大的关系。希伯杜用人比较保守，也是出了名的狠用主力。而角色球员、年轻新秀在他手下打球呢，并不会获得太多的机会。而且希伯杜对于防守的要求呢也非常高，而这恰恰不是托平的强项。在23年的7月7号呢，托平被交易到了步行者，换取了2个未来的第2轮选秀权，很便宜在24年呢7月6号呢，他就与步行者签约了一份为期4年、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在25年的3月17号，也就是赛季末在加时赛当中呢，以132比130战胜了明尼苏达森林狼，托平拿下了赛季最高的34分，其中包括了加时赛的12分以及致命3分球打破了明尼苏达的8连胜。在东决的比赛当中呢，更是11投7中，拿下了18分3篮板，彰显自己的进攻天赋，点燃全场，首轮救助尼克斯。步行者能打这么快，离不开托平的活力以及他的冲框能力。接下来是步行者的第8号人物 TJ 麦康奈尔，身高1.85米，臂展只有1.88米。2015年呢 ，TJ 麦康奈尔呢参加了 NBA 选秀，但是遗憾没有被球队选中。好在最终签约了费城76人为期4年，价值350万美元的合同，作为本西蒙斯的替补后卫，并且呢成为了 NBA 历史上首位在生涯前4场比赛当中2次送出12助攻的球员。但是呢，糟糕的身体天赋让其在防守端屡屡的成为漏勺。在19年7月30号呢，印第安纳步行者呢以2年700万美元的合同签下了 TJ 麦康奈尔。在24年。步行者宣布以4年4500万美元的合同续约 TJ 麦康奈尔。麦康奈尔的任务呢，就是在哈利伯顿休息的时候呢，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持，让哈利喘口气，并且麦康奈尔的溜溜球、无敌小中投更是在比赛当中多次发挥作用，屡试不爽，就是能进。接下来来到球队的第9号人物，也就是本谢泼德不是火箭的那个水货探花谢泼德。他的身高呢1.98米，臂展2.03米在23年呢以 NBA 选秀当中呢以第26顺位被步行者队选中作为防守型的角色球员呢，在队中主要负责防守对面的后卫得分手。从东决中屡次撕咬布伦森，老实讲防的挺不错的，但是布伦森也是真的厉害，怎么高难度怎么有。ESPN 专家更是直言呢，步行者要是没了他，外线防守漏洞会放大3倍，只要谢泼德在场，就能跑动拖垮对手的体能来到了第10号人物托马斯·布莱恩特，身高2.08米，臂展达到了2.29米。他是在2017年的 NBA 选秀当中呢，以第42顺位犹他州爵士队选中。他后来被沿用与第30顺位的约什哈特一起交易到了洛杉矶湖人，以换取湖人队的布拉德利这个布拉德利现在也在步行者当中，只不过他鲜少获得机会，更多的作为中锋替补中的替补用来轮替特纳的选择。托马斯·布莱恩特在新秀赛季呢机会少表现糟糕在2018年的7月1号呢，湖人队呢裁掉了托马斯·布莱恩特。在2018年的7月3日，华盛顿奇才队呢宣布认领了这托马斯·布莱恩特。在18年的12月22号呢，
托马斯·布莱恩特在对战太阳队的比赛当中呢，14投14中，拿下了职业生涯最高的31分，并且有0失误。在第2年的休赛期呢，托马斯·布莱恩特与奇才续约了一份3年2500万的合同，但是在21年的1月10号呢，在与热火队的比赛当中呢，左膝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奇才生涯中途重返湖人，但是托马斯·布莱恩特因为想要更大的角色定位以及更多的上场时间，要求湖人交易自己，最终被送到了掘金。在23年2月9号托马斯·布莱恩特被交易到了丹佛掘金，并且跟随掘金队获得了总冠军。由于位置与约基奇重叠，在掘金鲜有机会，最终可以说是蹭了一个总冠军，也让他失去了大合同的签约机会。23年的休赛期托马斯·布莱恩特以2年540万美元签约了迈阿密热火队。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很少获得机会也是因为身高受限。在24年的12月15号，托马斯·布莱恩特被交易到了印第安纳步行者，并且在本赛季的东决的 G6 当中，更是连续2个底角快攻3分，彻底浇灭了尼克斯的翻盘希望期待总决赛继续超神发挥。好了，这就是本赛季步行者的主要的轮换球员高达10人，这也导致卡雷尔可以在比赛当中针对防守情况和进攻情况来灵活的使用。在季后赛当中呢，屡屡出现骑兵，你觉得这支步行者会夺冠吗？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将是雷霆的主要球员的介绍，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支持一下，谢谢 ，See you， 拜拜。